在《绝群英》第2季的故事中，我们从不同阵营的视角逐步推进，讲述了陈辉平这个鱼龙混杂的地方，各方势力如何因利益、信仰、伤痛以及荣耀纠葛在一起。随着称颂会残党的覆灭，藏匿在莱姆尼安空洞深处的始祖也有了新的线索，而他呢，也将作为未来故事进展的开端。可以说，第2季故事中种种危机的背后都有始祖的影。那么在 2.3 版本中，称颂会虽然落下帷幕，但莎拉却获得了始祖的眷顾。大家注意到他手上那枚称颂会私教特有的印记，也让他更加义无反顾地继续前进在觐见始祖的路上。直到叶诗渊的出现，让莎拉首次得到了他的授意，将那份力量带给始祖。自此开始，下半场的故事正式拉开帷幕。称颂会实质上的组织架构已经随着伊瑟尔德的逝去而瓦解。目前几乎仅剩莎拉还在追寻着始祖的踪迹。至于始祖，从创作角度上来说，这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故事标的。从赋予其始祖之名的称颂会处可知端倪，始祖在他们看来犹如原初之神。这些残余的称颂会在断裂的历史残片中仍然不断地追寻着他，即便不停地诵念着对始祖的赞词和誓言，但仍然未寻得始祖的真容。与其说始祖是一个误神，不如将其称为万千逻辑的交割点。那么随着故事的进展呢，那个遥远而又毗邻的他将再次获得窥伺艾利都的机缘。其实就如大家所看到的那样，除了以称颂会为主的敌人呢，我们还遭遇了不少中立或者友方的组织。浩布斯财团联合组织世俗意义上是新艾利都顶尖掌控者，他们是顶级财阀，掌握了新艾利都绝大部分的商企行业，拥有可与市政府掰手腕的实力。但因为政治协议红线，他们无权拥有暴力机关和执法权力，一直以来被军方、市政府甚至是 Hand 所压制。所以追求利益最大化的 Tops 一直以来也在暗处寻找自己的应对手段。那么后续我们会用一个新的 PV 来让大家看到这条线索的进展。反观组织内部，想要维持 Tops 这种庞大而财富权力相对集中的机构，自然会催生出黑支这把快刀。坎普斯黑支是 Tops 企业内部具有特殊权能的审查组织，他们权威、严格、行事乖张，令各大企业敬而远之。组织成员需具有审查和裁决的共性，他们的能力既是他们聚集在黑支的主要原因，也是他们与生俱来的特长。每位成员行使审查的方式以及裁决标准各有不同。怪诞屋是一个神王子论坛，其中充斥着都市内各类奇闻怪谈，会不定期不定源地组织探秘活动。而神王本身的匿名特性也导致怪诞屋的成员鱼龙混杂。陈辉平在第2季中发生各种怪事件，也被群内一些成员敏锐地察觉到。于是呢，我们也看到，除了阴差阳错的巧合，也有兴趣使然的主动参与。对了，神将们也可以有时间多逛逛神网，说不定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。4大 AI 是基于新艾利都这个现代都市的土壤而嫁接出来的概念，在被投放之前的形态呢，没有人知道。而 Ferry 也并不知道的是，它是新艾利都第一个达成协议的智能体。可以肯定的是， Ferry 并不是现今唯一苏醒的智能体。那我们可以期待后续版本中会有哪一位智能体会率先登场。在 2.2 版本中，伊瑟尔德被击败以后呢，哲灵兄妹因为会吸的特殊机制，意外地触发了老师的记忆。那这个意外对于哲灵来说其实是一种必然，这份力量源自于他们的神秘身世。在早先的版本中，我们看到主角曾经在外部以太能量的冲击下，伴随着瞳孔的亮起而产生了强大的以太共鸣力。在那之后，哲和灵也意识到自己存在某种特殊性，后续哲灵兄妹将会面临意想不到的危险，而这份特殊性也会在后续的版本中有更进一步的展开。另外，我们之前在习德个人线的故事中曾提到，它是赫里厄斯机关的遗产，准确地说，它是当年赫里厄斯机关某个计划中还未成型的实验体。至于他提到与哲和灵是同类，
除了他们都有特殊的以太适应体之外，也是因为他们在那个计划中承担的作用比较相近。我们曾经有过对初代虚手的描述，直白一些的说法是，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已经不知所踪，但仍有一些人还存在。后续的版本中，我们会有机会和他们见面。随着新艾利都内空洞大范围波动的减少，初代虚手之后的新人受封机会也会变得极少。我们此刻目击所见的也只有新建雅，还有极少量有潜力的人选仍在观察期。同时呢，由于新艾利都近几年较为平稳的快速发展，居民的观念也多少有所转变。一部分有能力的人对虚手这个头衔并不感冒，还有一部分则加入了与虚手对立的组织。这些都将给新艾利都的未来埋下更多的变数。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呢，青鳞剑不是云魁山的产物。传闻中它被发现于莱姆尼安空洞附近，是一枚专门吸食人类体内以太的奇异之物。接触过的普通人都因无法承受而遭受了反噬，直到有一名高人凭借极强的以太控制力抑制了此物的肆虐，才平息了这场风波。而后这名高人游历四方，均未能寻得杀阵之法，无奈只能在一座偏远的山上将其打造成一柄利剑，起名为青鳞剑。云魁山也自此成立。而另一方面来看呢，那位高人道统也得到了传承。他主张的济世渡人的理念留下了一些修炼之法，诸如移形换位、操控兵器、化解疾病和通灵鸟兽等，也让云魁山成为盘踞一方的势力。提到青鳞剑这把有十足个性的武器，不难联想到另外一位更有个性的角色——星剑雅的刀。没错，星剑雅的刀曾经侵蚀过雅的意志，若不是雅最终抵抗住了妖刀的侵蚀，后果则不堪设想。可能大家已经注意到了，这两把武器都对使用者有着强大的负面影响，这就是力量的代价，而代价的源头与空洞有着极其紧密的联系。小光是天赋不输怡玄的云魁山弟子，他也是青鳞剑的新主人，但青鳞剑并不是一把可以被人随意使用的兵器。与其说小光能使用青鳞剑，不如说青鳞剑选择了小光。当怡玄得知这个消息后，姐姐一将因青鳞剑而殒命的伤痛再次袭来。为了避免悲剧重演，便将早年用来压制青鳞剑反噬的剑匣赠予了小光，并且以修炼为由将小光排除在危险任务之外。即便这样会导致小光有挫败感，即便这样会使用小小的谎言，怡玄和随便官的一众同门仍然尽力保护了小光，直到怡玄可以找到万全解法的那一天。在第二季后期的版本中，我们会回到熟悉的雅努斯区，并结识来自治安局的新面孔。同时，故事中也会有新的黑之成员登场，与主角产生更多的羁绊。另外，我个人比较期待的是一位老朋友的新故事，以及第三季神秘朋友的亮相。大家都会被同一项事物所牵引，与更多的新老面孔纠葛在一起。其实我想说，在未来的版本中，我们会强化各个版本主线故事串联的节奏，让大家可以在各版本间有更连贯的剧情体验。那么最后，也希望神将们能在新版本中玩得更开心。